8年前，爷爷将我逐出家门，父亲亲手废除我的五脉，并将我扔到荒郊野岭自生自灭。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所幸我命不该绝，被一头大黄牛所救。小子，你乃是荒古圣脉之体，可愿拜入本座名下？可是我的五脉被废，已经无法修炼了。荒古圣脉又岂是凡人所能理解的？你不必担心，本座就问你愿不愿意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好，入本座门下，首先得做一件事。你看那边，看见有位仙子在洗澡了吧？你去把岸上那件衣裙偷来。叫你做你就做，你还想不想修炼了？师傅，冒昧问一句，您和那位仙子有仇？有一点，废话真多，快点去。为了修复五脉重新修炼，陈龙偷偷摸了过去。来到仙子洗澡的地方，陈龙抓起衣裙正往回跑呢，一道手电差点劈在陈龙身上，吓得他瑟瑟发抖。站住！你是何人？敢偷本仙的衣服？陈龙不敢回话，来头就是跑。这时雷电像下雨一样下来，却被一个黄色护照拦下。哈哈哈，芝芝，你输了，我没出手，还不是拿走了你的衣服？你还是从了老牛吧。哼，可恶！你这个大色牛，你太坏了！衣服还你，你可要信守承诺。仙女穿好衣服，脸色通红，老牛一个闪身将她搂住，大笑不已。乖徒儿，还不来见过你师娘？徒儿陈龙拜见师娘。老牛和仙女对视一眼，随后施着重塑荒古圣脉，并将修行之法灌输到陈龙脑海。等陈龙醒来的时候，老牛和仙女已经不见踪影，只留下一句嘱咐：乖徒儿，为师已将你的五脉修复，传承也在你脑海中。为师和你师娘回归仙界了，希望你努力修炼，早日飞升。还有，记住一句话，遇事不决，可问春风，春风不语，即随本心。陈龙感觉刚才所经历的一切像做梦一样，但他完好的身体告诉他这不是梦。师傅，等我弄清楚叶家抛弃我的真相，我会去找您的。之后的陈龙开始认真修炼，他在深山中与野兽战斗，在国外战，在决斗场大杀四方。一晃8年过去，他功成归来，在复仇之前先报恩。他来到了卢城。你是什么人？何姨，是我。你是小陈。陈龙轻轻点头，美妇脸上一副惊喜的表情。快进来，让何姨好好看看，几年不见，你长高了啊。都6年了，何姨还记得我的样子，我也很惊讶。美妇名叫何慧敏，是陈龙在这8年间意外结识的。当时陈龙一无所有，是何慧敏帮了他一把，他一直铭记在心。怎么会不记得？当时何姨在山里迷了路，没有你带路，我能不能从里面走出来都是未知数呢。何姨，我这次来是……先别说这么多了，小陈，你快去洗洗，我给你找衣服换上。何慧敏不由分说就把陈龙往浴室推，陈龙拗不过，只能一言而行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在我家里？一个18、19岁的少女，一脸惊恐。月月，这是小陈，不用惊慌。小陈，你不用管，先去洗澡吧。陈龙转身进了浴室，少女一脸茫然地看着何慧敏。妈，这是谁呀？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怎么会来我们家？月月，还记得妈以前跟你说过，我在赣西那边迷了路，误入树林中，把我带出来的那个人吗？就是他。是啊，他刚刚找过来的，可能是生活不如意吧，才穿成那样。你可不能歧视人家，这小伙子心地善良，人挺不错的。少女点头应是，但心头却是带了几分轻视。10分钟后，陈龙洗完澡出来。对了，小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儿肖文月。你好，我叫陈龙。两人握了一下手，一触即分，让肖文月有些惊讶。这家伙是在故作高冷，借此吸引我的注意力。切，这年头长得帅有什么用？出来混是讲背景的，一个穷屌丝，可千万别赖上我。何姨，我这次来是打。好了，什么都不用跟何姨说，何姨明白。何慧敏不等陈龙说完，从钱包里拿出1000现金。小陈，这些钱你先拿着，如果想买些穿的用的，就让月月带你去街上逛逛。公司里有些事情需要我过去处理，我现在得出门一趟，在你找到合适的去处之前，就暂时在我家里住下吧。何慧敏说完直接出门去了。陈龙表情古怪，他算是明白过来，何慧敏以为他落魄至极，无处可去了。哎，这个乞丐一样的家伙，不会真的在家里住下吧？要是让别人知道我家里住了一个乞丐小子，学校里恐怕要炸开锅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陈龙是吧？这里是我们4家人住的地方，你住进来很不方便，我会不习惯，你还是去外面租房子住吧。对于肖文月的不礼貌，陈龙表情没有太多变化。对于他来说，肖文月只是何慧敏的女儿，如果没有这层关系，他甚至不会跟肖文月说上半句话。陈龙从包里拿出一个包裹，又将一张纸条塞进去。何姨回来的话，就说这东西是我给她的。说完便走出了别墅。肖文月心中虽有一丝不忍，但没有出言挽留。陈龙出门则去了陈峰集团大楼。
您好，先生，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？麻烦你打个电话给吴广富，说我在这里等他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总裁现在正在开重要会议，不见外客。今天他也没有任何见面预约，我想你应该见不到他。这个你不用管，你只需要告诉他我的名字，他自然会下来见我。我叫陈龙。接待员小姐犹豫片刻，也担心陈龙真是吴广富的贵客，耽误了正事。好，那您稍等，我打电话咨询一下。他正准备打电话给吴广富的秘书，一旁忽然走来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子。齐总，怎么回事？接待员将陈龙要见吴广富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女子顿时皱了皱眉。小徐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总裁平时见的人都是什么级别？这样的穷酸小子会是他的客人吗？如果每次来一个人想见总裁，你都要打电话询问一次，那总裁岂不是要烦死？你连这点考虑都没有，我看这个职位已经不适合你了，明天仓库报道吧。小弟弟，这里是陈峰集团的办公大楼，可不是你能够随意捣乱的地方。你再这样，姐姐我可是要让保安赶你出去了。洛奇是陈峰集团的销售部经理，也是吴广富的小情人。他没听说过吴广富跟什么年轻人相处。我让你们打电话通知一下，这应该是你们前台的职责。这位接待员小姐已经准备打电话咨询了，她做的没错，你一来却是横加指责，还说她不适合这个职位，这是什么逻辑？你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，就断定我是来捣乱的，还想让保安赶我走？陈峰集团的经理层就是这样办事的吗？陈龙带着质问的口气，把洛奇等人都问了一阵。小弟弟，你以为姐姐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我们陈峰集团的员工还轮不到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来评论。是吗？我不只是可以评论你，还可以开除你，你信不信？开除我就凭你？小朋友，这里不是你做白日梦的地方，想要开除我，再过几十年吧。叫保安过来，把他赶出去。洛奇说完，直接上了电梯往集团顶楼而去。另一位接待员犹豫了片刻，还是通知了保安。4名5大3粗的保安很快到来，他们手持电棍围住了陈龙。此时的洛奇已经来到了吴广富的办公室。现在是办公时间，你不工作上来这里做什么？哎呀，今天的工作我都交代好了，我这不是想吴总了吗？洛奇滑进吴广富的怀中，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。你这个狐狸精！吴总，看来以后我们要加强一下集团的安保工作了，免得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敢进来胡闹。哦，怎么了？我刚从下面上来，前台有个小子说要见你，还要让前台打电话给你，让你下去见他。我让他离开，他还批评我们员工素质不行，扬言要开除我呢。年轻人让我下去见他，他有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？他说他叫陈龙，还说只要报他的名字给你听，你自然会下去见他，真是可笑。我已经吩咐前台叫保安来打发他走了。吴总，你干嘛打我？混账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竟然敢让保安赶他走，赶紧给我起来，一起下去，你最好祈祷他没出什么事情，否则我不只是打你，我还会杀了你。8年前，爷爷将我逐出家门，父亲亲手废除我的五脉，并将我抛弃。所幸我因祸得福，获得仙家传承，历练8年我回来了，只为寻找一个答案。混账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竟然敢让保安赶他走，赶紧给我起来，一起下去，你最好祈祷他没出什么事情，否则我不只是打你，我还会杀了你。洛奇惊恐地跟着吴广富下了楼，已经有几名保安倒在地上，还有几人围着陈龙，却没人敢上前。混账，都给我住手！吴总，保安队长正要说明情况，吴广富直接一巴掌扇了过来。给我滚一边去！吴广富迅速走到陈龙面前，鞠躬行礼。陈少，对不起。这可是鼎鼎大名地卢城首富吴广富，就算是本市一把手当面，都不可能让他唯有低头。但此刻，他竟是对了一个年纪不过20、一身休闲装的少女鞠躬，还赔礼道歉。陈峰集团，你打理的不错。陈龙这话的确是在夸赞吴广富，他没想到，仅仅5年的时间，吴广富便能够借助自己给的资源东山再起。但吴广富却是以为陈龙在说反话讥讽他。刚才得罪陈少的，全都给我站出来，给陈少赔礼道歉，然后到财务部领这个月的工资，立刻滚出集团。一时间，之前跟陈龙有接触的那些人面色陡然惨白。刚才我说我不只可以评论你，还可以开除你，现在你说我够不够资格呢？陈少，我刚才……你不用紧张，我看你跟吴广富有些关系，不会开除你。但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什么总经理，想要在集团待下去，现在就给我换好衣服，从接待员做起。如果不想做，那就立刻收拾东西，从这里滚出去。洛奇如坠冰窟，他在集团里作威作福惯了，如今却是要再度回归底层。陈龙说完，看向接待员小徐：“从今天起，你就接替他的职位。陈峰集团需要你这样的员工。”小徐先是一愣，而后满脸狂喜，差点被这天降馅饼给砸晕。可以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们上去谈。陈龙对吴广富偏了偏头，当先走向了电梯。吴广富忽然高声宣布：“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记住了，陈少，
就是我们陈峰集团的董事长。陈峰集团上的陈字，就是取自他的名字。从今往后，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情况，不论任何人、任何职位，都给我收拾东西滚蛋。来到办公室，吴广富一脸喜色。陈少，5年了，你终于过来了。当年吴广富因为不敌一个对手，被逼得离开卢城，差点客死他乡。是陈龙出现，救了他一命，还给了他一笔巨款，他这才能回到卢城东山再起。5年前我就告诉过你，既然你决定了跟在我手下做事，那就要做好面对一切的准备。我陈龙要做的事情远超你的想象，集团的事情你全权打理。在1周之内，你要调动所有的资源，帮我在省内找一处最为肥沃、最适宜种植的土地。找到之后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这件事是重中之重，你务必办好，不要影响我的计划。对了，帮我查一个叫做顾梦瑶的女生，她是卢城职校的学生，查清楚她在哪个班，再帮我在她的班级安排一个学生身份。吴广富虽然好奇陈龙为啥去当学生，但没有多问，赶忙安排人去操办。天宇大厦一家咖啡馆里，今天我差点被吓死，家里突然来了一乞丐，我妈还让他在家里洗澡，真是恶心死我了。什么？让乞丐去你家里洗澡？你妈发善心，居然发到这种地步？那倒不是，那家伙曾经在赣西那边帮了我妈一次，现在好像是走投无路了，来投靠我家来了。我妈也真是的，给他钱也就算了，居然还让他在家里住下，我都要气死了。娃娃脸一脸幸灾乐祸，跟肖文月开着玩笑。这时陈龙忽然走了进来，肖文月脸色大变，娃娃脸却是一脸花痴样。哇，好帅啊，比电视上那些明星都要帅多了。女孩名叫李晶晶，是肖文月的好闺蜜，她一向喜欢高颜值的男生，看到陈龙这样的类型，顿时双眼放光。哼，帅什么呀，乡巴佬而已，身上的衣服都是我妈给的。肖文月轻哼一声，她可以肯定陈龙进来一定看到了她，但陈龙连招呼也不打，这么装逼的行为她非常看不惯。乡巴佬？难道今天来你家的那个乞丐就是他？肖文月点了点头。平心而论，长得真的是可以的，但这年头长得帅又不能当饭吃，有手有脚，不想着自己去工作挣钱，就想着走捷径，投靠别人，没出息。月月，我去跟他说，保证他不会在你家住。李晶晶说完，快步朝陈龙走去。这位帅哥，有事找你聊一下，可以吗？有事找我说吧。是这样，今天月月的妈妈让你在她家住下，虽然阿姨是一片好意，但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，这样身份不明不白的住在人家家里，而且月月还是一个女孩子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是你的话，会自己出去找一份工作，再找个地方住下，而不是靠着别人生存。这样吧，我男朋友家里是开服装店的，我让他安排一下，你去当个销售员，每个月有保底工资加提成，可以解决你的温饱问题，怎么样？他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，好像在对陈龙进行施舍。我想你搞错了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在他家住下，即便我真的在他家里住下，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至于你说的安排工作，不好意思，我不需要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你可以走了，不要打扰我喝咖啡。李晶晶一脸怒色，她指着陈龙鼻子半天，却不知道该骂些什么，只能一跺脚走回了肖文月身边。哼，月月，你说的没错，那家伙就是个土老帽，乡巴佬。我说要给他介绍工作，装硬气不领情就算了，居然还说我打扰他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唉，毫无作用，没有上进心，这样的人将来也只是社会上的蛀虫罢了。亏得妈还一直把他记在心上。肖文月暗自摇头，对陈龙仅剩的一份好感也随之消散。过了10分钟，两个男生走了过来。亲爱的，你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月月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我们也才刚到没多久。西装男生名叫王轩，是他们学校学生会主席兼校散打社主将，还是本市一家著名建材公司的少东家。肖文月对他有些好感，关系处于暧昧阶段。晶晶，怎么了？看你有点不高兴的样子。哼，还不是一个乡巴佬，先惹月月不高兴，现在惹得我也不高兴了。李晶晶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，把陈龙说的可无。哦，既然是认识的，我去叫他过来坐坐。李晶晶男朋友徐海起身朝陈龙走去。哥们，听说你跟肖校花认识，既然这样，一起过来坐吧，我们也好相互认识认识。不用了，我跟他不熟，至于你，我没兴趣认识。傅少想要装叉被无视，恼羞成怒的他怒了一下，被4个彪形大汉打断。让开，都他妈给老子让开！进来4名持刀的大汉，在咖啡馆内一扫，目光落在了肖文月和李晶晶这一桌，径直朝这边冲来。王轩是散打社主将，一记鞭腿扫去，对方却是一把抓住了他的脚踝。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，给我滚一边去！几位大哥，你们不要乱来，你们要钱，我可以给你们，不要伤害他们。闭嘴！我们现在身都脱不了了，还要钱来干嘛？再跟我废话，一刀毙了你！各位大哥，各位叔叔，你们不要杀我呀！你们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别杀我！李晶晶眼泪狂涌，不住的恳求着。小姑娘，别怕，
我们刚抢了上面的珠宝店，被这帮保安堵住了。只要你们暂时当人质，帮助我们离开大厦，之后我们会放了你们的。门口的人都给我听着，我们手上现在有2个学生妹，我数到10，如果你们不让开一条路，我就先杀一个。门口的保安面面相觑，他们已经报警，警察很快会到。如果歹徒真的伤了人命，他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好，我们可以让开，你们不要伤害人质。刀疤脸一挥手就要把肖文月和李晶晶带走，陈龙这时走了过来。你们4个要做什么？我没兴趣管。但如果你们想完好无损的从这里走出去，现在立刻把他放开。小子，想要英雄救美是吧？我他妈先把你做掉，杀鸡儆猴。4个大汉举刀冲来，却被陈龙瞬间全部拿下。他们已经没有威胁了，进去抓人吧。回到家中，肖文月还是有些失神，回想起今天在咖啡馆发生的事情，他觉得好像做了一场梦。月月，你回来了，小陈呢？陈龙吗？他走了吧？走了，他一个人在卢城无依无靠，他会去哪？也许他有自己的去处。对了，他走之前留了东西给你，就是那个。他指的是陈龙留下的牛皮纸包裹。何慧敏将包裹打开，先是一愣，而后表情舒展，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妈，里面是什么东西？何慧敏将包裹摊开，露出了10扎100元大钞，字条上面写着一段话：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何以的恩情，陈龙永远铭记在心。这是我还您的钱，有机会再来拜访。当年我在山中迷路，是小陈带我从大山里走出来的。事后我给了他1万块当作答谢，但他坚持说这是他借的，日后一定会归还。我当时也没当回事，没想到过了几年，他真的来还钱了，而且还了10万。这样的男孩子真是世间少有了啊！肖文月闻言，顿时如遭雷击，表情彻底凝固。我真的误会他了吗？陈少，你要找的省内最肥沃的土地，还要花一些时间筛选。至于您说的那位女孩子的信息，已经查到了，她就读于大3、4班。我已经帮您安排了插班生的身份，学生证也办好了，今晚就给您送到别墅去。我知道了，土地的事情不用太急，重要的是细心，信息一定要确保准确。陈龙挂断了电话，刚转过头，一道巨扑面而来，是一颗铁球，就砸在他脚旁。孩子，没伤到你吧？一个中年人带着一个17、18岁的女孩走了过来。爸，又没伤到他，干嘛给他道歉？小苑，住口！铁球脱手本来就是你的不对，虽然没伤到人，但惊扰了人家，赶快道歉。女孩一脸不情愿，但还是对陈龙说了一声对不起。以后要用铁球练拳，最好小心一些，换个没人的地方。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不要得寸进尺。我选什么地方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就喜欢在这里练，怎么了？他从小娇生惯养，什么时候被家里之外的人教训过？陈龙摇了摇头，转身离开了。哼，什么人啊这是？我勉为其难给他道歉，还真觉得自己是个人物，跟我装起来了。小苑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这性格得改啊！不要以为练了内家拳，修成了内劲，还有我们韩家站在你背后，就可以横行无忌，不把他人放在眼里。这世界上卧虎藏龙之辈不吃合己，你这性格终归会吃亏的。卧虎藏龙，爸，你看那家伙的样子像是什么龙虎之辈吗？我看就是个软脚虾，有什么好顾忌的？陈龙在市区闲逛了一晚，感受了一下都市生活，路过一家宵夜摊，便点了一碗牛肉面尝尝。无巧不巧，之前遇到的那对父女也来吃东西。到哪都能遇到这个家伙，真是晦气。小苑练了一夜，宵夜一上来便狼吞虎咽。中年人起身到街道另一头买饮料，忽的咔嚓一声，只见夜宵摊背后建筑工地上的起重机绳索断裂，数吨重的钢材掉落，而掉落的方位正是小苑坐的位置。小苑。过了许久，小苑并没有感觉到巨大重量砸在自己身上，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，顿时呆住。陈龙一只手掌微微抬起，竟然将那数吨重的钢材托举在半空中，潇洒如意，举万金如鸿毛。这少年竟然是一位武道至尊。谢谢你。小苑即便在刁蛮，也知道自己遇到了真正的高手，赶忙致谢。陈龙连回都懒得回，转身离开。中年人连忙跑了过来，原来是武道至尊在此，后学之辈韩家韩风见过至尊，多谢至尊对小女韩燕的救命之恩。小事而已，你们不用太在意。至尊请留步，不知至尊可否留下联系方式，也好让我韩家能够有机会报答您的救命之恩。不必了，我跟韩家没什么交情，你们也不用把这当成什么恩情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陈龙走得潇洒干脆，并没有因为救了韩苑就以恩人自居。小苑，我们立刻回去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找到他。我韩家就算花费一切代价，也要与他交好。爸，这是为什么？就算他救了我，但我们韩家也没必要对他这么重视吧？小苑，有些事情你并不明白，你知道跟刚才那位少年交好，对于我们韩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他一人就可以让我们韩家的实力更上一层楼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韩家在整个川省已经是最为顶尖的存在，
无论是关系人脉，又或是家族底蕴，商业实力都是超一流，可以说是川省第一大家。凭他一人，怎么让韩家晋升？陈龙单手接住数吨钢材，救了豪门韩家之女，却没有索要报酬，潇洒离开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韩家在整个川省已经是最为顶尖的存在，无论是关系人脉，又或是家族底蕴，商业实力都是超一流，可以说是川省第一大家。凭他一人，怎么让韩家晋升？小月，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中的大得多，有许多自身实力强悍到足以改变格局的存在。刚才那位少年就是其中之一。什么？你是说那个少年是武道界中的顶尖高手？难道比你还强？我算什么？现在45岁了，仅仅修到50级，在武道界的境界划分中，分武者、武师、宗师、至尊。刚才那个少年，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应该就是一位武道至尊。韩院倒吸一口凉气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没想到，随便偶遇的一个少年，竟然会是武道界的巅峰人物。第二天，陈龙去了学校，还坐到了校花顾梦瑶身边，摸了摸她的头。我的天，我看到了什么？这个家伙太过分了，居然对我的女神做出这种事。一些男生义愤填膺，恨不得把陈龙教训一顿，更多的人则是幸灾乐祸，为陈龙默哀。顾梦瑶性子清冷，这小子对他这样放肆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而且欧浩辰作为顾梦瑶的护花使者，要是知道这件事，陈龙的下场恐怕会更为凄惨。顾梦瑶怒气冲冲地转过头来，一张俊脸映入眼帘，她有些陌生，又觉得有些熟悉。丫头，怎么才过了几年就认不出我了？陈龙哥哥，你是陈龙哥哥？是我，当年的小丫头也长大了。顾梦瑶确定是陈龙，一把扑到他怀里，眼泪顺双颊流下。陈龙哥哥，我还以为我们再也没机会见面了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。陈龙眼中掠过一抹疼惜，一个17岁的女孩失去了父母，甚至要用清冷的样子来保护自己，一过就是2年多，实在不易。好了，我回来了，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告诉我。无数道目光定格在陈龙身上，满是震惊。哇，兄弟，你到底跟顾校花是什么关系？居然一见到你就投怀送抱，我真服了。一个男生满脸的惊叹之色靠了过来。兄弟，你真的是破了我们学校的历史了，居然能让顾校花这样的冰山女神露出小女孩的一面，这事情要是传出去，不知道要引起多大的轰动。尤其是欧浩辰，你看他现在那表情，简直像中了剧毒一样，真是太爽了，哈哈。陈龙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看到一个男生呆立在教室门边，他一脸阴沉，脸色泛青。兄弟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彭亮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陈龙，当年陈龙被废除五脉，丢入深山野林，虽然被师傅师娘修复了五脉，但走出山林也是精疲力竭，昏死过去。是顾梦瑶的母亲萧何发现了他，把他带回家悉心照料。陈龙就好像萧何的伴侣，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半年。顾梦瑶和陈龙也是在那时候变得亲密。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梦瑶，中午城门之高的空手道队会到我们散打社训练馆，你们文艺部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横幅和彩带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没有问题。那就好。这次城门之高空手道队来与我们学校散打社交流学习，这件事很重要。我已经向上面申请了2节课时间，批我们一个短假，到逸夫楼会议室开个会议，再探讨一下具体工作。大家都到齐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过去？顾梦瑶犹豫了一下，看向陈龙，看我做什么？这是你的工作，快去吧。有什么话之后有的是时间说。顾梦瑶随后和欧浩辰一起走出了教室。切，哼，欧浩辰这家伙总是借着工作的名头跟顾小花接近，手段真是低级。陈龙没有在意，顾梦瑶美丽非凡，气质出众，有人喜欢再正常不过。对了，陈龙，你应该还不知道吧？今天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空手道训练队过来，是城门职高的金牌训练队，听说是由日国极真空手道黑带6段的教练带出来的，各个队员都战斗力极强，这次来是跟我们这里的散打社进行交流学习。走走走，我们去长长见识。陈龙被彭亮拉着去了训练馆，一群人围起来观看空手道队与散打队交流。没想到散打队最强的欧浩辰竟然被一招。我在城门听说卢城的散打社拿了不少奖项，实力不错，所以想带队员们过来见识一下。现在看来实在是让我失望，卢城的散打社水平也不过如此嘛，整个卢城都无人了吗？现在看来空手道果然才是这个世上最强的武术。闻言，卢城的学生们都是咬牙切齿，拳头攥动。哼，偌大卢城的散打社也不过是这种半吊子水平，你们还是收收心，好好搞学习吧。陆枫一个凌空后摆腿，将顾梦瑶刚贴好的横幅挂倒。顾梦瑶站在小扶梯上，被绳子一拉，朝侧方跌下来，被陈龙接住。哼，无聊，走了。卢城没什么看头了。站住！陆枫面带诧异，扭过头来。走之前你还欠他一个道歉。道歉？你是在叫我做事？我陆枫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跟任何人道过歉。你想让我道歉？你凭什么？想为美女出头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奉劝你一句，先掂量自己的斤两，多管闲事也是要有本领的。看你的样子，似乎是觉得自己拳头很硬，做什么都可以无所顾忌了。殊不知你那点水平不过3脚猫罢了。如果你不愿意道歉，我就打到你道歉。行，既然你想为美女出头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
只要你能打赢我，我立马道歉。不要说给这位美女道歉，就是给你们学校整个散打社道歉都可以。但是如果你输给我，就从这里钻过去，怎么样？你敢玩吗？他随手指向了自己的脚下，众人都是面色一变。既然你想玩，那就玩大一些，我就用一只手陪你玩。我输了，按照你说的做。如果你输了，不只是要道歉，我还要你扇自己10个耳光，如何？敢玩吗？好，我同意了。少年只是要一个道歉，空手道队长却要他从胯下钻过。殊不知少年乃是金丹强者，整个空手道队的人全部被打飞出去。凭你们这些花拳绣腿，也自诩高手，笑话罢了。陈龙走到陆枫面前，单手把他提了起来。现在该履行你的承诺了。陈龙的目光充满杀气，让陆枫颤抖不已。陆枫一边扇着自己，一边向着顾梦瑶道歉。10下结束就灰溜溜的跑了。大家见状都欢呼起来。此时，萧文月和李晶晶来到了陈龙身边。有事？那个，昨天的事谢谢你了，今天正巧在这里遇到你，作为答谢，我们请你吃饭吧。他虽然在致谢，却一副清傲的样子。成龙，你救了我们，我们欠你人情，请你吃顿饭是应该的。走吧，我们换个地方。不用，救你是因为你是何一的女儿，你不用谢我。至于你，只是顺便而已。成龙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以为救过我们就可以跟我们摆谱了，不就是能打一些，不就是救过我们吗？你神气什么？你救我只是因为你跟我妈熟悉，如果你不认识我妈，是不是就不会管了？是。陈龙不再理会两人，拉着顾梦瑶打算离开。陈龙，你等等。还有事？晚上去我家吃饭，我妈说让你一定来。那好吧，我会去的。周围的同学听到这些已经惊呆了，在学校还没有人这样对待萧校花。到了晚上，陈龙和顾梦瑶都去了萧文月家里。顾梦瑶和萧文月竟然是好闺蜜，家里还有萧文月父亲萧林和一个年轻男子。月月，你看我带谁回来了？月月，好久不见。青年样貌儒雅，气度从容，与同龄人气质截然不符，一看便知道久经沉浮，阅历极为丰富。晨光哥哥，爸，梦瑶你见过很多次了，就不跟你介绍了。这位是陈龙，你应该听妈提起过的。哦，陈龙。萧林目光惊异地看向陈龙，眼中带着好奇和审视。萧叔叔，你好。你好，李和一跟我多次提到你，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呢。萧林见陈龙虽然气质出众，但无论是衣着，又或是举止谈吐，都跟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毫无分别，根本没放在心上。何一言重了，只是帮了何一一个小忙，没有这么夸张。好，那我就叫你一声小陈吧，快坐下吧，不用客气。对了，陈龙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雄风集团的少东家楚晨光，晨光哥哥，这是陈龙。萧文月直接点出雄风集团，就是让陈龙知晓楚晨光的真正身份，生怕陈龙跟楚晨光之间有什么言语冒犯。毕竟陈龙的性格实在太傲了一些。哦，你好，原来是叶兄弟啊，第一次见面。楚晨光面上笑容依旧，对陈龙伸出了手掌，眼神深处却是迸射出一抹不屑。面对楚晨光伸出的手，陈龙却好像没看见一般，径直坐回了沙发。陈龙，晨光哥哥跟你握手呢。哦，是吗？我没看见。萧文月眉头大皱，楚晨光却是摆了摆手。月月，看来这位叶兄弟只性情中人，没关系。陈龙的行为被在场所有人看在眼里，萧林父女对他的评价更差。吃完饭后，萧林就开始嘱咐萧文月：月月，以后没什么事的话，以后尽量离这个叫陈龙的小子远一点。你是萧家大小姐，这样无用的人不要有太多交集。一旁的何敏慧却是眉头大皱：你说什么呢？小陈哪里不好了？你要月月离他远点。我知道那小子帮过你，但说句实话，就今晚这次见面，他的表现来看，完全不入我的眼，既没有学位学历，还不懂和光同尘，发展人脉资源。我知道你想帮助他，当你强行把他带到这个圈子中，不但算不上好事，可能还会适得其反，让他感受到巨大的压力。何敏慧叹息一声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萧林说的并没有错。放心吧，爸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以后我会尽量离他远点。对于萧林说的一番话，萧文月也是十分的认同。此时陈龙和顾梦瑶去了一家酒吧，这里是顾梦瑶打工的地方，陈龙也顺势应聘了服务生，陪着顾梦瑶。忽然一个年长的服务生靠了过来：喂，兄弟，你跟顾梦瑶认识？看起来你们很熟。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个服务生看了一眼四周，突然压低了声音：兄弟，我提醒你一下，在这里你最好离顾梦瑶远点，我们老板早就看上她了，对她照顾有加，要是让老板发现你跟她走得近，可能你工作不保。服务生指了指吧台那里的青年老板，陈龙点点头表示知道。这时一道青春靓丽的身影进入了酒吧，他选了一个较为靠里的位置，而后对顾梦瑶微微招手，正是萧文月。月月，怎么今晚想着过来？明天还要上课呢。没事啊，就算是上课也可以喝2杯，只要不醉就好了。他对着吧台那边的青年老板挥了挥手：陆老板，我想让梦瑶陪我喝2杯，可以吗？他语气轻松，显然来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，跟青年老板十分熟络。
青年老板名叫陆子天，从顾梦瑶高一时期进来打工的第一天起，他就喜欢上了顾梦瑶。肖文月是顾梦瑶的闺蜜，还是本市10大杰出企业家肖林的女儿，她当然是客气非常。没问题，梦瑶，今晚你就和肖小姐在那边坐吧，这边也没什么需要忙的了。顾梦瑶点头致谢，拿了4瓶百威，跟肖文月坐在了卡座。过了10分钟左右，又是一个靓丽少女推门而入，坐到了他们这一桌，正是李晶晶。咦，那不是陈龙那个家伙吗？李晶晶指向前方，只见陈龙正在为一桌客人端上啤酒和小吃，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陈龙哥哥说想要找份工作勤工俭学，正好我也在这里上班，所以他就应聘了这里的服务生，上下班都有个照应。呵，我还以为这家伙有多么了不起，中午请他吃饭还拒绝我们。昨天咖啡馆我说要给他介绍一份好的工作，他拽得跟258万似的，说自己不需要，我还以为他自己能有什么好的出路，弄了半天还不是跑到酒吧里来当服务生。李晶晶满脸的不屑，陈龙处处表现得不可一世，不将别人放在眼里，到头来却还不是在这里端杯子送小吃。陈龙返回吧台，正好经过肖文月这一桌。陈龙，有事？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做服务生？在这里做服务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如果真的想要找一份工作维持生计，我和晶晶昨天都说过了，可以帮你介绍。任何一份工作的环境和薪水都比在酒吧当服务生要好上太多。我知道你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，是因为你的自尊，可你的想法太偏激了。为你找一份好的工作，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，轻而易举。你不懂得利用周身的人脉资源、交际资源，以后怎么在社会立足？陈龙凝立原地数秒，随后不屑一笑。肖文月，你很了解我吗？虽不知道陈龙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问，肖文月还是摇摇头。既然你不了解我，为什么要表现得一副十分了解我的样子？在这里工作是我的事情，我有我的想法和选择，我觉得很满意现在的情况。也许你们的确能给我提供更好的工作，但那又如何？我并不需要。简单点来说，我只是认识何怡，至于你，我跟你并不熟。肖大小姐，如果你有空，多关心一下自己的事情，要么就把精力放在别的人身上，不要老是在我面前指手画脚。我陈龙做事不需要你来刁。说完之后，陈龙径直离去，肖文月呆立原地，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月月，你管那个家伙去死！你没看他那表情，总是一副自认天下第一的模样。你跟他说这些，完全就是对牛弹琴。哼，不识好人心，谁才愿意理他？就在这时，一个黑衣大汉走到了3女面前。3位小姐，我老板说想请3位过去陪他喝杯酒。兄弟们，由于生活所迫，陈龙把下一级放到了左下角，超长续航，一次看个爽，请陈龙吃根辣条可好？你还只是笑了一下，却被4个黑衣大汉团团围住。3位小姐，我老板说想请3位过去陪他喝杯酒。肖文月3人一愣，他们从没见过这么搭讪的，一上来就叫他们过去陪酒。李晶晶脾气最是暴躁，当即摆了摆手：“这位大叔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们又不认识你老板，为什么陪他喝酒？你从哪来的到哪凉快去，别打扰我们喝酒。”3位，这恐怕不行，我老板说了，一定要请你们3个过去。3人顺着他的手看去，只见一个满脸肥膘的男子抬眼看来，嘴角的笑容让他们几乎作呕。大叔，你是听不懂话是吗？我说过了，我们不去 ，OK？ 不去，那我只能把你们绑过去。闻言，3人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此时酒吧老板陆子天出现在大汉身旁。这位兄弟，在我这里喝酒，从来就不会发生强人所难的事情，我更不喜欢我的朋友被人勉强。他们不愿意去，那事情到此为止，麻烦你退回去，不要再骚扰他们。如果再继续下去，我只能说我的酒吧不欢迎你们，请你们离开。陆子天身后站着中央商业区的一哥，从来没有人敢在他的酒吧放肆。突然一个啤酒瓶砸来，正中陆子天的额头。你敢打我？打你那又如何？识相的，给我滚远一点！我只是想跟这3位小姐喝几杯，你再拦在那里，我不只是打你，你这酒吧我会一把火给你全都点了。胖子的口气大得可怕，陆子天心中起了几分忌惮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但我这酒吧是兰哥罩的，你确定你敢动？兰哥，你说的是徐亚兰？切，你大可以去问问徐亚兰，我元丰的事，他敢不敢管？这个名字一出，在场几人脸色陡变。元丰，卢城北城区一哥，卢城真正的地下世界霸主。陆子天随即露出卑微的笑容，朝元丰走过去。峰哥，对不起，实在是对不起，刚才真不知道是您老人家。要是知道是您老人家，我就是把整个场子清了，都一定让您玩得开心，又怎么敢得罪您老人家呢？峰哥，都是小弟的错，我这就给你赔礼。陆子天说着，往自己脸上打了2个响亮的巴掌。知道我是谁，还要管我的事吗？不敢不敢，峰哥要做什么，小弟怎么敢啰嗦？元丰似笑非笑，指向了肖文月3人。那我要找他们3个陪我喝酒，你还要管吗？陆子天看了一眼顾梦瑶，不敢与顾梦瑶目光对视，
只觉羞愧难当，但他还是当场摇了摇头，退到了一旁。3位小姐可以过来陪我喝2杯了吗？李晶晶早已经吓得说不出话，顾梦瑶也是轻咬嘴唇，惊慌无措，只有萧文月还能够勉强保持镇定。峰哥，第一次见面，你好，我叫萧文月，我爸是天林集团的萧林，这杯酒我敬峰哥。天林集团，萧林，原来是萧董事长的千金，倒是有缘啊！我跟你爸有过几次生意合作。他面上带笑，虽然听到萧林的名字有些反应，但也仅此而已，他并没有丝毫忌惮和畏惧。既然是萧董事长的女儿，按照辈分，你应该叫我一声袁叔叔。月月侄女带你的2个朋友过来陪叔叔喝2杯酒，不用害怕。看到袁峰的表情，萧文月心头暗暗叫苦。他本以为自己先干一杯，又点明了身份，应该可以让自己3人免于陪酒，却没想到袁峰仍旧要求他们过去。他咬了咬牙，看向了顾梦瑶、李晶晶2人。我们过去吧，就喝2杯酒，应该没什么事的。此时从仓库搬啤酒出来的陈龙了解了经过，当即放下啤酒，朝袁峰那一桌走去。等一下！顾梦瑶看到陈龙，美眸微闪，心头涌上一抹委屈，但生生忍住。她知道陈龙一向都很护她，但这是卢城的地下枭雄袁峰啊，她不想陈龙因为她得罪人。梦瑶，你认识他吗？顾梦瑶微微犹豫，最终还是摇了摇头。是吗？那为什么要陪他喝酒？顾梦瑶沉默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陈龙看到顾梦瑶微微低头，便上前一步，打算拉着顾梦瑶离开。萧文月却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臂。陈龙，这是我爸的合作伙伴，我带梦瑶跟他喝杯酒，没什么别的意思，你不用管。萧文月，你们的事情我不管，你们爱喝几杯就喝几杯，但梦瑶是我的妹妹，她的事我一定会管，也必须管。如果她真的是你爸的合作伙伴，你带梦瑶认识认识，那也就算了。但如果是因为惧怕对方，所以只能带着梦瑶陪酒，对不起，那不可能。只要有我陈龙在，没有任何人能逼他做自己不愿做的事。小子，你说的话很有底气，我很欣赏。但我今天就是要他陪我喝酒，你能怎样？胖子，找块镜子先照照自己的模样。像你这种下九流的货色，也敢让我妹陪你喝酒，你配吗？一瞬之间，整个酒吧陷入一片死寂之中，所有人都像看白痴一样看着陈龙，因为袁峰最讨厌别人叫他胖子。小子，你真有种！她是你妹妹是吧？今天晚上我不只是要她陪我喝酒，我还要她陪我睡觉，我还要把你绑在房间里，亲眼看着听着。顾梦瑶闻言，当即面色惨白，陈龙却是表情不变。你知道说这种话，在我这里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后果？我倒是很想看看能有什么后果。陈龙没有说话，一步跨出，袁峰的4位保镖迅速挡在陈龙身前，4人皆是昏迷当场。小子，你倒是挺能打。袁峰虽然惊讶，却没有任何慌乱。这个世界讲究的是资源人脉，关系是否过硬，用拳头那一套早已经过时了。或许你还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卢城北城区这一片都归我管，大小场子都是我说了算。现在跪下来跟我磕头道歉，我可以不动你妹妹，还给你一个为我效力的机会。他翘着2郎腿，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。陈龙对袁峰的提议没有半点反应，他手掌一抓，100多斤的桌子被其抬起，然后袁峰当场昏死过去，不省人事。想要动他，这就是后果。兄弟们，由于生活所迫，陈龙把下一集放到了左下角，超长续航，一次看个爽，请陈龙吃根辣条可好？小伙一言不合就翻了道上大哥，被救的女大叔却是愤怒不已。陈龙，你做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？连我爸见了他都要客气敬酒，奉为上宾，叫一声峰哥。你动手打了他，你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？你承担得起吗？萧文月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越说语气越是激动。这是我做的事情，你大可以放心，我保证这件事不会牵连到你们身上。人是我打的，任何后果由我承担。陈龙语气平淡，对这件事似乎毫不在意，更没有半点畏惧的模样。承担？你拿什么承担？又是靠你的拳头。萧文月一脸失望，在他眼中，陈龙就是一个只知道动用武力的乡巴佬，愚蠢至极，更是自大无比。我怎么承担？你不用管，你们走吧，把梦瑶一起带走。这件事跟你们无关，我留下来解决。陈龙哥哥，既然事情都发生了，我会跟你一起面对，我不走。顾梦瑶虽然心头害怕，却不忍心陈龙一人留下。梦瑶，放心吧，我会没事的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，你先走吧。萧文月，帮我把他带走。一旁的李晶晶早已经抵受不住压力，拉着顾梦瑶便向门外走去。萧文月有些不忍，你怎么办？你真的要一个人留下来？先跟我回家去吧，这事情告诉我爸妈，他们应该有办法可以周旋，不至于让事情到最坏的地步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做的事自己会解决，这件事不要告诉何爷，你们快走吧。萧文月看陈龙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只能离开。陈龙直接靠在沙发上，等待着所谓的暴风雨。几分钟后，30多人将酒吧堵得水泄不通。一个身着风衣的高壮男子
快步来到袁峰身边，将袁峰扶起。是谁做的？给我滚出来！此人正是陆子天的靠身徐亚兰。陆子天连忙过去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徐亚兰。小子，这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，如何？哼，如何？你敢在我的地盘动风哥，我今天不把你废了，再丢到局里去，我徐亚兰3个字就倒过来写。他手掌一挥，身后30多人朝陈龙靠去。这时陈龙的手机突然响起，他也不慌，大模大样的接通了电话。陈少，就在1小时前，潘氏的徐渊庭突然空降卢城，直接找到了集团里，说是要跟我进行一项秘密谈判，现在就在会议室等候。我想您是不是过来一趟？徐渊庭，陈龙听吴广富提起过几次，是林氏潘氏的地下龙头。我会过去，但是现在我这边遇到一些事情，还需要处理，等我处理完再过去，你先应付一下吧。遇到事情，陈少，您在哪里？我现在立刻派阿虎过去处理，也可以顺道接你回集团。阿虎是吴广富的专职司机，算是吴广富的心腹。这样嘛，也可以。我在中央商业街的夜宴酒吧，你调他过来接我吧。徐亚兰听到陈龙似乎要叫人前来，便挥手让手下等等。小子，你还敢叫人来？那我等10分钟，等你叫的人来，连带着一起收拾，不然你不会知道什么叫做现实，什么叫做残酷，是吗？陈龙毫不在意，随手倒了一杯啤酒，喝得洒脱自在。过了几分钟，酒吧门口有人进来。小子，看来是你找的人到了。徐亚兰冷笑一声，转头看向来人，他的表情当即定格，随后一脸谄媚地迎了上去。呀，这不是虎爷吗？是什么风法您吹来了？他话还没说完，直接被中年男子一手推开。中年男子走到陈龙身前，微微躬身。陈少，我是阿虎，是老板让我来接您的。阿虎话音落下，在场所有人当即表情凝固，眼眶都差点瞪裂。虎哥可是吴广富的心腹，可以说是卢城地下世界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，竟然对这个小瘪三躬身行礼。我知道了。陈龙坐在沙发上，看向了目瞪口呆的徐亚兰。刚才你不是说等我叫的人到了，要连我们一并收拾？现在我叫的人来了。一瞬之间，徐亚兰的面色苍白如纸。阿虎顿时虎目一凛，转向徐亚兰。徐亚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得罪了陈少。虎爷，这个……徐亚兰不知道如何解释。阿虎2步迈上前，一巴掌抽在徐亚兰的脸上。徐亚兰，当初我看你是个人才，所以才向元丰引荐你，让你来主管中央商业街这一片。我看你是身份变高了，也能耐了。你知不知道陈少是谁？连他你都敢得罪？徐亚兰后背衣襟已然湿透，直接跪在地上。虎爷，我不知道是陈少啊。不知道？那我现在就让你知道。阿虎操起旁边的金属凳，准备朝徐亚兰砸下，却被陈龙拦住。不用下这么狠的手，他只不过是想为老大出气报仇。虽然选错了对象，但可以理解。今天这件事，我当做你无知，放你一马。以后想要替人报仇，最好先搞清楚你有没有那个能耐。徐亚兰只觉从地狱到了天堂，连连叩首。陈龙突然将徐亚兰拎了起来，像拎了一件玩具一样。从今天起，我要你给我看好这间酒吧。酒吧内有一个叫做顾梦瑶的女服务生，我要你每天无间断，24小时派人在酒吧保证她的安全。她要是受了一点点委屈，或是出了什么事，我首先第一个找你徐亚兰。陈少，你放心，在这中央商业街，我徐亚兰一定说到做到。陈龙点点头，将徐亚兰放下，而后一脚点出，将假装昏迷的元丰踢出几米。我不管你是谁，在吴广富手下担任什么角色，今天晚上12点之前给我滚出卢城。如果今晚12点之后，我还在卢城看到你，你就是死人了。元丰如坠冰窟，挣扎着向外跑去。陈龙很快前往了红叶山庄，找到吴广富。徐渊庭今天突然来到陈丰集团，还带着他手底下的4大凶将，说要与我进行密谈。我按照你的意思，先拖住了他，把谈判的场所安排到红叶山庄。他现在就在会议室，这件事您怎么看？密谈？你跟徐渊庭一向是死对头，这几年来都会有摩擦，谁都看谁不顺眼。他会主动跑到卢城来找你谈合作，能有什么好事？走吧，去看看这个潘氏的龙头这次打的是什么主意。3人带着几个得力干将来到了会议室，会议桌另一头是一个40岁左右，身上挂满金链金环的男人，宛如粗鄙的暴发户一般。吴老大，我这次来可是诚意十足，要找你谈一笔合作，但你一直拖延时间，把我晾在这里，是不是太不给我面子了？兄弟们，由于生活所迫，陈龙把下一级放到了左下角，超长续航，一次看个爽，请陈龙吃根辣条可好？平时打生打死的黑老大突然上门谈合作，这掉毛打的什么主意呢？举刀吧，这些年来我们俩打的硬仗没有100也有80了，我们之间还需要说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吗？你清楚我的性格，我没闲工夫跟你在这里耗。如果想合作，直接告诉我你想怎么合作，我需要做什么，又能得到什么。好，够爽快。吴老大，川省现在的情势你应该很清楚，川南由林千南统领，外贸出口皆是被他一人独揽，无论是生意、资源、底蕴都要比我们2人更强。你在卢城，我在潘氏，我们2个都同属川北，但一直以来却内部分裂，互相较量。
摩擦不断，所以这才无法跟川南的林天南分庭抗礼。所以我在近期打算发起一个川北联盟。这次来卢城就是想邀请你吴老大跟我团结一致，达成统一战线，加入联盟之内，共同对抗林天南。吴广富闻言，眼眸微眯，心头早已明悟。徐渊庭野心勃勃，看来这一次是想遗传。吴广富微微偏头，只见侧后方的陈龙右手食指轻轻摇动。哼，想跟我结盟？许刀疤，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？林天南再强，他也仅在川南，手还伸不到川北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若是真想跟他一较高下，自己去就是。结盟的事，你找别人，我吴广富不奉陪了。哦，看吴老大的样子是不答应我的提议了。徐渊庭表情立马阴沉了下来。吴广富，我既然敢单枪匹马到卢城来，就已经对结盟的事情志在必得。今天你只有一个选择，答应结盟。如果不答应，那你吴广富的命，我徐渊庭收了。气氛在这一刻凝固，会议室中鸦雀无声，谁也未曾想到，徐渊庭竟然敢在吴广富的地盘上对吴广富出言威胁。许刀疤，你是不是在潘氏作威作福惯了？我不管你在潘氏是不是真的只手遮天，神通广大，但这里是卢城，是我吴广富的地盘，想在这里取我性命，许刀疤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你实在是太自不量力了。就是川南的林天南来了，也不敢在卢城对我放这种狠话，是吗？徐渊庭咧嘴一笑，而后转向了后方。红爷，吴广富不识抬举，看来要麻烦您出手了。一个其貌不扬、身材消瘦的中年人突然出现，他的眼眸如鹰一般犀利。红爷，霹雳堂红飞，这个红飞是个武道高手，喜欢四处挑战，在川省赫赫有名。吴广富，你是卢城大，跟我诉无恩怨，但我既然受徐渊庭之托，那这件事我必须解决干净。我不会对你动手，但你的手下只要出手，我就会一一料理干净。吴广富一向狠辣果决，又怎么会束手就擒？阿虎，动手！阿虎一拳打向红飞的胸口，身旁的几名金牌打手掏出了手枪，对准红飞。谁知仅一个回合，阿虎就被折断手臂，几道寒光闪烁，打手手中的枪也脱手落地，他们的手掌处正插着一把飞刀。除开陈龙之外，在场每个人都是神情骇然，觉得不可思议。你是鼓舞高手，看来你吴广富对鼓舞还有些了解。吴广富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底牌？我可以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是选择加入我的联盟，还是就地受死？有红飞在场，徐渊庭已经吃定了吴广富。吴广富心已经沉到了谷底，他转向阿虎，做了一个隐晦的手势。阿虎立刻站到了陈龙身边。陈少，老板让我先把你送走。哦，陈龙也没想到，在危难之际，吴广富最先想到的是将他送走。陈少，快走吧。不用，看下去。吴广富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今天你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有红爷在，你已经没有了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本。答应加入我的联盟，把你手上的一切资源都交出来，我可以保证，在联盟之中，你的地位仅次于我一人，如何？哼，徐渊庭，你不要做梦了！你能够请到一位鼓舞高手为你出头，这件事我吴广富认栽。但你要我吴广富就此臣服于你，将手中资源拱手让出，任你调动，那绝不可能。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绝不会妥协。哼！徐渊庭表情阴狠，已经失去了耐性。吴广富，看来你真的是冥顽不灵。既然你宁死不屈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红爷，烦劳您再出手一次。红飞点头，一柄飞刀出现在指尖。他正要出手之际，一道声音从吴广富身后传出：“一个区50巅峰也想杀我的人，你够资格吗？”陈龙缓步走了出来。吴广富心中焦急不已，却无能为力。红飞目光轻闪，心头十分惊讶。他不清楚，一个看上去不过17、18岁的少年，怎么会一语道破他的修为层次？年轻人，你是谁？你知道50巅峰？看样子你似乎对武道界的修为等级有所了解，莫非也是鼓舞修炼者？问我是谁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此话一出，在场众人尽皆变色，红飞也被彻底激怒。你找死！只见红飞一拳打出，这一拳比阿虎所发的不知道凌厉多少倍。会议室所有人都以为陈龙会被红飞一拳击飞之时，陈龙伸出了一根手指，在身前一点。红飞眉心之间，一道手指粗细的血洞赫然现出。在他死的一刻，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因何而死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会议室众人都怔在原地。徐渊庭也是脸色大变，不敢置信地盯着陈龙。就这种级别，竟然一副唯我独尊、天下无敌的模样，可笑至极。说完，陈龙看向徐渊庭，邪魅一笑，宛如魔鬼。现在我也给你一次机会，跪下磕头，向我效忠，我饶你不死。潘氏龙头徐渊庭，这位纵横潘氏多年的枭雄，此时脸上冷汗流下，心头惊惧不已。红飞是我费尽心力、花重金请来的鼓舞高手，没想到竟然被这个少年直接秒杀。这……徐渊庭当即起身，快步走到陈龙身旁跪下。
徐元廷有眼不识泰山，一时糊涂，还请大人原谅，饶我一命。陈龙双目微眯，并未回应。徐元廷心头直打鼓。听说你成立了一个川北盟？啊，对，我这也是为了我们川北的盛世。害怕有一天林天南将手伸到川北来，防患于未然啊！我并没有真的想过要动吴广富。陈龙冷哼一声，突然一只手探出，捏住徐元廷的衣领，将他提了起来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陈龙，你可以叫我陈少。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听废话，川北盟的主位我坐定了，想要活命，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命于我，请我调遣。感觉到生命的压迫，徐元廷哪敢不从，连忙点了点头。陈龙这才手一松，把他放了下来。带你的人，我3天之内把川北联盟的所有成员带到红叶山庄集合。徐元廷如蒙大赦，转身就想离开。他答应效忠陈龙，完全是权宜之计。一旦回到了潘氏，他还是那个龙头。慢着啊！徐元廷身躯一僵，他以为陈龙改变了主意，打算取他性命。徐元廷，我知道你现在心中所想。陈龙一掌劈出，10多丈外的一张茶几瞬间炸裂，在场众人当时面色煞白，一个个眼眸大张，说不出话来。徐元廷更是心胆俱寒，当场怔住。记住，我既然今天会放你回潘氏，就有把握随时取你性命。如果你想跟我玩些花样，那就希望你的头比茶几更硬。徐元廷当即转身，对着陈龙深深一躬。陈少，您放心，3天之内，川北盟的主力成员一定到红叶山庄集合。兄弟们，由于生活所迫，陈龙把下一集放到了左下角。超长续航，一次看个爽，请陈龙吃根辣条可好？